Hello，Long time no see 啊，最近不务正业，没怎么发视频啊。不过我今天啊又带来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交易策略啊。还是这几天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又提到了这个策略，而恰巧啊，他说的这个策略和我在去年中旬上线的这个策略逻辑上非常的相似。这个策略呢，它目前来说也已经运行了有这个1年多的时间了啊。你看这个交易笔数的话，它也差不多有将近600笔啊。这个右上角是它的这个资金曲线啊。不能说有多优秀啊，但是最起码它是这个向上发展的有赚有亏啊，中间也出现过比较大的这个回撤啊。不过因为它一直处于一个浮盈的状态啊，并且也没有达到我们的一个下架的标准啊，所以也就一直运行着啊。那么今天呢，我不会去把这个策略把所有的逻辑、所有的条件都分享出来啊。这个出于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啊。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策略，包括它所有的这个代码逻辑我都还是会带着大家逐行代码的去把它实现一遍。但是它也只是类似于我这个策略并不是完全的一样因为我这里就是相当于给大家引个路给大家举例子希望你能从中学会这个如何去编写属于自己的这个量化策略好，那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策略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大家看这个图表我们这里以这个做多为例它的这个进场的逻辑是非常的简单的基本上就是以做多为例的话，就是寻找这个持续上涨的这个阳 K 持续上涨的一个阳 K 并且每根阳线的这个收盘价它都是比前一根要高也就是它是逐步在抬高的一个过程只要符合这个逻辑的话，我们就进场。那么它的这个止盈和止损呢，我们这里简单起见就直接以这个固定的点数为例你也可以把它设计成为这个盈亏比的概念然后出场条件呢，就是按照出场时间也就是只要到了这个时间点比如说以这笔交易为例你到了这个时间点，我们这里是IC 券商的时间就是8点，到了8点的话，你这笔单子既没有打到止盈，也没有打到这个止损的话，那么到8点，那么就是全部离场这就是全部的这个逻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实现它作为一个入门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合适好，那么废话就说这么多我们直接就开始编码的过程我还是会把我这个过程可能会分成2个视频进行发布所以如果没有点关注的话，还请点一下关注这样就不会错过后面的内容了好，那我们开始点击这个 MT5 菜单栏上的这个 IDE， 我们打开这个编辑器，然后找到 Export， 我们新建一个 EA， 随便给它取一个名字，比如说我们这个就叫做Candle Trend 吧，这个名字无所谓名字只是一个代号Candle Trend OK。 好，我把一些没有用的先删除掉
编译一下。这一块就是版权类的信息啊，大家可写可不写啊，不影响这个整体的逻辑啊。好，那么还是引入做交易的话，我们就引入交易的库 trade 下的这个 T 是大写。好，引入库之后呢，我们把这个 EA 啊，它会涉及到的这些参数，我们给它写一下。Input group， 然后首先是基础设置，把它的 magic number 给它定义一下。这个 magic number 呢，其实就是 EA 的这个唯一编号，因为很有可能你这个同一个账户啊，你运行了多个 EA 的话，那么为了防止 EA 之间这个订单之间相互打架，所以你必须要给它指定一个唯一编号，也就是我们的 magic number 啊 ，EA 唯一编号，相当于就是 EA 的身份证啊。然后是给它定义这个交易的时间啊 ，trade time frame， 默认值给它设定成当前时间，这个就是时间周期，应该叫做信号时间周期。然后是手数，因为我们这里主要是给大家举例说明，所以我这里资金管理这一块的话，我们就直接使用这个固定手数啊 ，fixed loss 啊。你可以改成符合你自己习惯的这个仓位管理。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设定。然后是这复制粘贴一下，然后是我们的进场信号。因为这个策略相对来说很简单啊，我们进场信号相关的这个参数就只有一个，就是 candle set up， 名字无所谓啊。然后给它一个默认值，我这里就写一个0就好了。写0的话，那么针对于这个进场信号来说，它肯定是不合理的啊。但是我这样写的话，也是为了防止一些小白用户吧。反正如果你要使用这个 EA 的话，你必须要理解一下这个源码啊。写0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进场 K 线数，然后就是止盈和止损相关的这个设定啊，止盈止损，还有出场的，我们就写在这一块了。然后 take profit points， 然后是我们的 stop loss 啊，止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出场时间啊，就是你在什么时间出场啊？这个时间范围可以是凌晨一直到这个23点啊。hour 小时，默认值就给它100啊。止盈点数，然后如果传入0的话，就代表的没有止盈，没有止盈，止盈。这是止损，写0的话就是代表没有止损。这个的话就是出场时间，然后写-1的话就代表没有出场。如果你这个止盈和止损都设定成为0的话，那么你这个出场时间就不可以为-1啊，因为你要保证你这笔订单最起码要有一个出场机制存在才可以啊。
问值的话给它一个22，或者给它0啊0吧。好，这就是全部的参数啊，我们编一下，然后看一下。OK 啊，已经出来了。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onInit 方法啊。onInit 方法它就是在我们这个 EA 啊被调用的时候，也就是刚加载进这个图表的时候，它会被调用的一个方法。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通常就是做一些参数上的判定啊，一些只需用执行一次的代码内容啊。我们这里只是简单判断一下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时间你不可以小于-1啊，也不可以大于这个，也不可以大于23点，因为一天只有24个小时嘛。然后如果用户传入错误的话，我们给他提示一下，这个出厂时间错误啊，然后把这个条件给他暴露一下，或者出错的话，我们就不能让这个 EA 继续执行了，我们就给它传入一个 parameters incorrect 啊，就是传参错误的一个返回值啊。这样的话，这个 EA 它就不会加载成功啊，就不会执行后面的逻辑啊。然后我个人来说，我还会判断一下这个，如果它是这个 MQ 啊，如果它是这个回测模式，也就是我们使用这个策略测试来进行回测的话，那么我这里的个人习惯就是把它的这个网格线给它隐藏掉啊，因为它不利于我们观察啊。chart set integer 当前图表，然后是 chart show grid， 给它设定成为 false。它这里面参数还有很多啊，比如说这种鼠标滚动的啊，还有这什么很多啊。大家如果想设定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设定啊，包括这些 K 线的颜色啊、引线的颜色啊，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设定。我这里设定一个就可以了。然后还要做的一个操作就是我们必须消息啊，我们必须要给它绑定上我们的这个 export magic number 啊，也就是把它的身份证给它绑定上。好，这就是我们的 onInit 方法。onInit 之后呢，这个 onDelete 我们不需要啊。然后 onTicket 方法，开始这里面的内容之前，我还是按照一贯的惯例啊，这个看我视频多的应该知道，我个人是习惯这个在 K 线的开盘下进行逻辑的处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 is new bar 方法。10 frames， 然后给它引用传递一个值，用来记录这个 K 线数量的。我先写啊，写完了再给它解释这个意思啊。当前图表，然后 10 frame， 判断一下 btotal， 如果等于80的话，我们就给它 return false， 否则的话，我们 btotal 就等于这里的80，然后给它 return true。这里就是接收两个参数啊，一个参数代表的是它会传入当前的，你可以传入当前的时间周期啊，或者说是你这个就传入1分钟，1分钟的这个时间周期也是可以的啊，看你自己的这个业务逻辑啊。然后再引用传递一个 btotal， 它用来记录我们这里的 K 线数量。首先是获取当前图表所有的这个 K 线数，然后跟相当于是跟上一次的这个 K 线数量进行一个判断。如果是相等的话，我们给它 return false 啊，代表就没有产生新的 K 线。那么没有产生新的 K 线，那么它的这个
画的这个 total count 肯定是一样的啊。然后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么代表产生了新的 K 线，我们就把这记录 K 线总数的这个进行一个更新啊，然后给它 return 一个 true 啊，代表有新 K 产生了啊。好，那么我们在 onTake 里面进行一个调用啊。调用之前我还是要声明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可以是一个全局变量，也可以是一个onTake 方法里面的一个静态变量啊。这个写法不同啊，但是实现的效果其实都一样的。is new bar， 然后传入我们的 tree time frame， 然后是 bars。大家注意我这里的写法啊，如果你是有因为我这里是直接在开单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的这个止盈和止损给它设定好了，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设定，而是你是以某些条件来进行判断这个止盈和止损的话，也就是你的止盈和止损会分2次进行下单啊。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你就不能把你的这个常规来说就是跟踪止损啊，跟踪止损的逻辑啊，那么你就不能把它写在下面了，你就得把它写在这个 is new bar 函数的前面啊，因为牵扯到一个这个数据精度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们这里的话，因为是直接在这个开仓逻辑的时候就已经把止盈和止损给它绑定好了，所以我直接这样写是没有问题的。好，但是再接下来就是判断一下，在开仓之前我们要判断一下当前的持仓啊，因为我们是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同一时间存在多笔同方向的持仓的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很标准的这个一单一结啊，就是没有什么订单关联关系的那种。好，先写那个统计持仓的那个方法吧。count open position magic， 然后是代表不同方向的，这还是一个引用传递的参数啊。count by 代表统计多单持仓数量，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count sell 代表统计空单的持仓数量啊。调用之前先给它一个重置化归零，然后是positions total， 这里获取全部当前账户全部的这个持仓数量，不管它是不是属于你当前 EA 所拥有的订单啊，它就是全部的订单。然后 for 循环 int total 减1啊，我们这是倒过来循环的啊，大于等于0，然后 i 减。首先获取我们的这个 position ticket， 然后判断一下这个 position ticket 是否小于等于0啊。如果小于等于0的话，那么代表它不是一个有效的持仓了。不是有效的持仓，我们就给它返回 false 啊。然后还要选中这个 position select position select by ticket， 我们把这个 position ticket 传入进来。如果选择失败的话，选中失败的话，还是给它 return false 啊。然后获取当前这笔持仓的 magic number 啊，因为我们要判断是不是属于当前 EA 嘛啊。取反 position get integer po magic， 它这里相当于也是一种引用传递啊。我们看一下它的源码。这里看不到啊，但是如果看到源码的话，它这肯定是一个引用传递啊。如果选择获取失败的话，我们还是给它 return false。
啊，这里我们判断一下当前循环的这笔持仓的 magic number 是不是等于我们所想要的 magic number 啊，也就这里的传参啊。如果等于的话，我们就进行一个仓位的统计啊。统计之前还是要获取它的 type 类型啊。type 的话，跟这一行代码差不多 ，position type， 然后传入 type。获取失败的话，还是给它 return false 啊。再判断一下这个我们获取到的这个 type， 如果等于这个 position 下的 type 下的 by 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count by 进行一个加的操作啊，也就是+1的操作啊。如果是空单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空单进行一个加。最后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给它传入一个 true。经常看我视频的，其实会发现啊，就是很多这个代码它都是可以复用的，所以你们如果是自己写的话，最好还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这种相当于是这个帮助库啊，相当于是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定义的库，可以把这些通用的方法都写在那个库里边，然后下一次的话，你们就可以直接调用那个使用库来调用这些方法的话，就不需要再把这些再写一遍啊。但是因为我这种分享内容的形式的话，它肯定会有一些第一次进来的观众啊，所以我这里的话就是重复性的去写一些内容啊。好，写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调用，首先是 count by， 还有我们的 count sell COUNT， 第一个是我们的 magic number， 然后 count by count。大家注意，在传参的时候也要注意它之间的这个顺序啊，不要把这两个传反了。如果获取失败的话，我们直接给它 return。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要获取这个信号，获取这个做单的条件。我们还是要写一个方法 ，int 类型 signal 获取开仓信号。首先，我们给它定义一个起始的位置啊，然后我这里就直接给它粘过来啊，因为我怕这个里面数值比较多的话，怕写错。好，我们来依次来看一下。首先定义一个 count 的类型啊，这一块是判断做多啊，这一块是判断做空啊。先看做多。做多的话，就是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它是一个阳线啊，阳线的话就代表它的这个收盘价要处于我们这个开盘价之上嘛，这里就是判断一下它是一个阳线，然后这里判断的是你的这个阳线的收盘价的这个价格啊，收盘价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在逐步的提升的啊？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针对于收盘价的跟前一根K 线的一个判断啊，然后满足这个条件的话，我们进行这个 count 加啊。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判断一下你的满足这根条件的 K 线数量有多少啊？如果是大于我们这个 candle setup 的话，我们就给它 return 1啊，代表它是满足我们这里的进场 K 线数的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其实也是同样的条件啊，只不过就是把它这里的大于和小于进行那个反转啊，反转之后就是一个空单的逻辑了。好，这个方法写完之后，我们就进行一个调用啊。SIGNAL， 大家注意啊，我这里虽然两个名称很类似啊，但是它们的这个首字母的大小写是不一样的啊。因为 MQ5 的话，它针对于这个大小写，它是分别判断的啊，这代表的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啊，所以我这里这样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我们这里把这个 signal 打印一下啊 ，candle setup 写错了吗？CNDLE，OK， 好，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啊。我个人来说还是喜欢这个，直接就这样运行吧。然后 OK， 把这个点上，7，
这样好像不是很好看哈。哎，找到一个，看到一个2，这是1月30号，哎，这样不是很好看啊。我还是以断点的形式来捕捉吧。如果 single 呢等于1的话，就代表我们的做多。1。如果等于2的话，我们这里就是做空，打个断点，编一下。好，这里是等于2，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啊？7根 K 线，1、2、3、4、5、6、7啊，这都是1、2、3、4、5、6、7啊。我们从12年开始的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可能就是因为最开始的。我们看下一个啊，下一个还是空，看一下1、2、3、4、5、6、7啊，7根阴线啊，这根 K 线。虽然很小，但是能看出来它是个阳线啊。如果出现阳线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它就是不成立的啊，所以它就从这又开始重新计算啊，1、2、3、4、5、6、7啊，这就是7根阴线啊，并且阴线的收盘价是逐步的在下降的啊。好，这是空单，没问题。我们再看一下多单，多单也进来了，我们看一下啊。1、2、3、4、5、6、7啊，没毛病啊。大家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形态基本上来说就是追高啊，追涨杀跌的一个过程啊。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先这样，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再把它的这个开仓啊、止盈止损，包括这个时间出场啊，再把它完善一下。那今天就先这样啊，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啊，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